正好你们都在。尹处，这是公安刚刚移交过来的一起故意杀人案，提请批准逮捕。严律，你协助他处理。好。这是网上之前炒得很火的那个反杀案。这是舆论的定义，但最终是不是刑事案件，需要我们来把握。在此之前，谁也不许先入为主啊！从闯入者变成了被害者。对。公安机关认为，魏小凤的父母对死者汪雷的不法侵害行为虽然有防卫性质，但是属于防卫过当，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。哦，这是要逮捕他的父母啊！人已经拘留了，只有7天时间啊，所以是防卫还是犯罪，逮捕还是不逮捕，需要你们好好审查。我再提醒你一点，自从去年昆山反杀案引起舆论轰动之后，任何关于正当防卫的话题都成了大众的关注点。其实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来说，并不复杂，难的是查明事实，尤其是一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，当时的情境究竟是什么样的，需要你们做大量的调查。所以谁也不要轻易的下结论，明白吗？嗯，好。这卷宗里面有很多份报警记录啊，记载了案发之前，汪雷曾多次纠缠魏小凤，想要跟她发生性关系，还堵在她家门口还有学校门口进行骚扰跟威胁。而且发送过含有死亡威胁内容的短信，但是汪雷的父母都作证说，魏小凤和汪雷是男女朋友。魏小凤花了汪雷家很多钱，又傍上了其他人，又想甩掉汪雷。汪雷去找他们家要钱，魏小凤一家一直拖着，算是一户老赖。还在看警方提交的视频呢。这个视频太模糊了，只能看到汪雷偷偷摸摸地闯入了魏星月家，和他们发生了争执，然后被打倒了。但这上面魏星月夫妇在汪雷倒地之后还在攻击他，这到底算不算是正当防卫啊？现在我也没法下判断。你说这视频太模糊，据说这还是魏星月家感受到了汪雷的威胁，在自己家门口才安装的，有就不错了。咱们一步步来吧。那下一步怎么办呀？下一步，我联系了魏小凤母女当时工作的饭店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好。哎，停！王总，哎呦，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是姚总啊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边打球啊？哎呀，我是1年呀，难得打几回球，不像您，一看就是常客。我那是闲的，比不了你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昨天我还在手机上看到中医基金会成立的报道，势头正好，是吧，姚总？现在说姚总是新州市第1大慈善家都不为过。林总过奖了，那是小女姚真的想法。我这个当父亲的一定要支持她，年轻人嘛，就该出去闯闯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有王总在，这慈善基金会的第1把交椅，还轮不到我吧？哎，令千金才是人中龙凤，姚总教育的好，姚氏集团后继有人，让人羡慕。您就别夸她了，这丫头啊，就是个热心肠。哎呀，现在看看新州市那些富商的孩子们，有几个能像令千金这样啊？一个个都是坐吃山空的样子。哎，王总，我听说最近您又拿了一块宝地，是不是又有什么大动作啊？你是说那块地啊？我是打算用它来做公益事业，这也是政府大力提倡的嘛。
这个想法倒是非常不错。你有什么具体打算吗？具体的打算嘛，还真是没有想好。依我看啊，这块地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，从新州市长远发展的角度上来看，它必将成为新州市辐射周边地区的一个要塞。如果要是能把它打造成一个商业综合体，兼具社会服务性功能，我想，这社会效应和影响力一定很大。哎呀，姚总的这个开发思路还真是不错呀。哎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。王总，给我这个机会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好说，我也正想从你那儿取经呢，为慈善事业出一把力。走。哎呦，王总啊，您就别送了。关于那块地的事儿啊，咱找机会再聊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好，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姚总再见。听姚市委的话，他应该是对咱们那块地动心了。姚家现在势头正盛，他向我示好，我当然要顺水推舟了。那您之后打算怎么做啊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您跟舅舅跟中医合作那么多的并购项目，应该不只是为了收笔 FA 费用。您是不是收了很多姚氏的散股？不断的说服他并购、拓疆，如果还能利用上这块地就更好了。您是想趁机拉高市值，操纵股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差不多吧。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就是这么简单呢？行了，别猜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中医并购的事情你就不要再问了，你只要负责完成交代给你的事儿就行了。你们两个，一个让我不要问，一个让我不要猜，这就充分证明我想的没错，这件事情不简单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不要再说这件事儿了。你了解王达的性格，他最讨厌别人猜测他的心思，别让舅舅为难，好吗？我无所谓啊，你们说不说都可以，反正我迟早会知道。对了，博文怎么样了？回国治疗了。他到底得什么病啊？急性白血病。什么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别管这些了。我怎么能不管？他是我弟弟，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？哎呀，你也帮不上什么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好像这方面的专家，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找一找。哎呀，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哪知道他们那么多的事儿？他们母女都在你饭店上班，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？我这儿人员流动很频繁的，那个小女孩，才干了1个星期不到就跑了，你说我哪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警察都来问过1次了，你去问他们不得了？哎呀，小红啊，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快点，那桌客人等了半天了。哎，刘老板呐，哎，老3样是吧？行，我再送你个凉菜，这立马就派人送去啊！哎，好嘞。老板娘，哎呦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知不知道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当中，有权进行调查取证，当事人和其他人都有义务要配合。那我说我忘了还不行吗？你看，
你不相信吧？难道叫我撒谎？你不想说没关系，但是为了真相，我们是不会放弃的。今天我们穿便服，下次我们可能就会穿制服。今天我们过来问你，明天可能就会请你去检察院坐一坐。这样时间长了，你店里的客人会怎么看你啊？老板娘，我劝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，他们母女在你饭店打工的时候，跟汪雷发生过什么？怎么样？你厉害，把话都问出来了。要不是用这个方法，不知道那个老板娘跟我们打马虎眼要打到什么时候呢？现在看来记得挺清楚的。其实我只是没想到，汪雷父母所说的魏小凤和汪雷交往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说法，居然还是假的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魏小凤是攀附了有钱人，甩了汪雷，所以才从这里离开的。现在看来，好像是魏小凤想摆脱汪雷的纠缠，所以才离职的。按照老板娘的说法，汪雷一直在纠缠魏小凤，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也就都可以说得通了。我妹不在，有什么就问我吧。他人呢？有些事儿我们必须向当事人确认。我说过他不在，这件事我已经问过律师了。我们家这属于正当防卫，你们不把我父母放了，现在反而过来调查我，这明明都是汪雷那个混蛋的错。我们检察院来这儿，就是为了查清你的父母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，才来确认证据。你这种态度，我们怎么问话呀？我已经跟警察说过很多遍了，是那个混蛋缠着我妹妹不放。怎么？你们也想来缠着我妹妹？好了，我知道，你的父母现在还没有放出来，而且面临着故意杀人的指控，你很心烦。但是，请你相信检方，我们反复确认，就是为了确保到时候的证据不会出错，证明你父母当时真的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，才会做出杀死汪雷的举动。但是你这样一直阻止我们见你妹妹，我们无法获取最全面的信息，这等于害了你父母。哥，你让他们问我吧。他父亲说，我骗汪磊的钱，汪磊来找我要钱，我不给，所以才来纠缠。这个话根本就是血口喷人，无中生有。所以你们之间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往来。为了让他别来纠缠，我爸妈甚至想过给他钱，到后来他就来学校找我，我只好叫爸妈来接我回家。再之后，他就开始在我们家门口晃荡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别怕，都过去了。那你们当时没想过报警处理吗？我们一直都是报警处理的，警察也管过我们。可汪雷，他不听，后来就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儿。那天晚上听到狗叫来着，可大声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就听到有人打起来了，还有就是新月夫妇喊着报警，我们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，进去一看，哎呀，新月和他媳妇头都被打破了。在你们眼里，平时魏小凤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小凤啊，小凤可是个好女孩，又聪明又懂事儿，放假了还帮她妈妈去干活呢。不过要不是她说要去勤工俭学，去她妈妈上班的地方打工，也不会碰到那个坏蛋。真是倒霉呀！检察官同志，你说新月那两口子能放出来吗？是轻判还会是重判啊？啥时候能知道结果啊？我们村里都关心着这事儿。放心吧，法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。这个汪雷，求爱不成就纠缠魏小凤，还捏造谎言污蔑他人清白，最后持凶器闯入他人家中，这分明就是意图不轨。
还好魏小凤他们一家早有准备，要不然就可能被灭门了。调查到现在，初步证据有了，咱们接下来就看看嫌疑人的口供吧。魏星月夫妇故意杀人案，你们审的怎么样了？可以批捕了吧？我的初步意见，不批捕，2个都放。为什么？汪雷持凶器闯入他人家中，先行动手的。魏新月夫妇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施加害行为，属于正当防卫，不是犯罪行为。可是当受害人倒地后，嫌疑人已经停止了行凶。张一真在不确定汪雷是否会继续行凶的情况下，就放任自己的行为。在我们警方看来啊，魏星月夫妇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防卫的限度。等等，张警官，您告诉我什么是正当防卫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，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，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，属于正当防卫。20条同时规定，对正在进行的杀人、行凶、抢劫、绑架、强奸以及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不法侵害人员伤亡的，不属于防卫过当。但是当时汪雷明明已经倒下了，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，造成重大损害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只是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，这还得依照具体情况来定。我记得前不久就有一个行人之间路上起冲突，挑衅者被杀的案子，那次就判决了他防卫过当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张警官，我认为你搞混了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概念。这到底属不属于正当防卫啊？还得看法律的规定。在汪雷已经倒下的情况下，法律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再对他实施加害行为的。法不强人所难，我相信，不论是谁站在魏星月夫妇的位置上，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，包括你在内。尹绰，有结论了？尹绰，我认为魏星月夫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不是犯罪行为，不应当被逮捕。你的理由我都知道，但是证据呢？目前最直观的证据就是这段监控录像，清晰地显示张一真在汪雷倒地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继续用刀砍。那么怎么论证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呢？汪雷虽然已经倒下了，但他并没有失去继续行凶的能力。根据他倒下之前的行凶行为，他一旦起身，必然会更加疯狂地反扑。如果严格地按照法律规定，魏星月夫妇要等到汪雷再次起身、再次攻击之后才能回击，您不觉得这是太荒谬了吗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我也非常同情魏星月一家的遭遇，但是法律就是法律，正当防卫的适用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。目前的证据情况确实跟法律的规定有所出入。您总跟我说法律人要保持理性，但过度的理性就是漠然。法律是我们的办案工具，但不是束缚我们的牢笼。尹绰，您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换作是您呢？您能想到什么时候应该再去正当防卫吗？您能理性到要等到汪雷再次站起身、再次攻击的时候，您再正当防卫吗？如果您都不能的话，又凭什么苛责2位完全不懂法律的老人呢？尹绰，我不是感情用事，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认为，魏星月夫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而且适用于无限防卫。他们避免了一家人被灭门的惨剧。我再想想吧，毕竟正当防卫在现实中适用比例比较低，我们再谨慎也不为过。王总，还有一件事。怎么了？我们的人发现，雷万在暗中调查中艺集团的并购项目，而且
他好像跟任天宇搭上线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以为他学乖了，看来是活腻味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找个机会办了吧。啊，明白。这事交给我吧，我去安排。是啊，这个事儿要是让别人去办，我还真不放心。多一个人经手，就多一份危险。所以雷万这件事情，必须你亲自去办。我只信任你。怎么？有问题吗？我听微微说，博文生病了，回国了吧？在市医院。当初我只是个会计，我发现的肯定没有你父亲知道的多，不过就是一些假账之类的。明天下午1点，中南路口给你东西。
做了。做得好。他还没有跟任天宇接触上吧？哎，你说这个任天宇，他还要害死多少人呢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说错了吗？哼，你跟着我这么多年，就做这点小事儿，至于吗？接下来就该任天宇了。对了，博文最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啊。雷万死了，就死在我面前，我就看着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别慌张，没事了。这么看来，黄大怕是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。那接下来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不行，不行，你得离开新州市，你得离开国内，今天晚上就得走。我不走。以王达的性格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要看谁先把谁干掉了。你这是要以身犯险，他们已经有了警觉，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你找到新的证据。他们会像害死雷万一样去害你。你不是王达的对手，你相信我，你今天晚上必须得走。我哪儿走啊？只要我们一动，他就一定会对咱们下手。搞不好你也会被受牵连。先不要去想那些，你先回欧洲。等这件事情风波过去了，我们再慢慢想别的办法。我现在就给你订票。我说了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去米兰有用吗？天宇哥，你这是要跟他们正面交锋？对。是谁教我做事情要懂得迂回的？你现在自己什么都忘记了吗？楚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再劝我了好吗？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被碾死，被碾了2次。如果你再劝我，死的人只会更多。不管别人，我只要你不去送死，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的死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很重要。我就是那个差点死掉。是吧？啊？怕死滚。好。就去做无意义的牺牲吧。土地转让合同已经拟定，与中裕集团的签约仪式定在了明天上午的10点。行了，这事我知道了。你。啊，行了，这事呢我自有打算。我现在还有点事儿，先挂了啊。小朱，谢谢。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？跟我说说。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到。
任律师给你起诉了。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他，我真的受不了。 魏新月夫妇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可能，最终选择拿刀刺向汪雷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。一旦汪雷站起来，他们全家都可能惨遭灭门之灾。今天召开这个听证会，不是为了偏袒谁，更不是想帮嫌疑人推卸责任，只是想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大家解释清楚。试问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，你们会怎么做？你们是不是也会拼了命的去保护自己的儿女？毋庸置疑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的。对于这个案子来说，我们都是旁观者，但请大家不要忘记，我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都是旁观者。在将来，你或者我都可能面对危险，都可能感到恐慌或是无助。所以检察机关做出不批捕的决定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在面对危险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地做出反击。法律不会惩罚你，法律不会责怪你，法律会保护你。江文静，下班了还不走啊？尹处，明天就是魏星月夫妇的案子批捕期限的最后一天了，我等着您给我结论呢。我要不同意，你是不是不走了？对，因为我不能接受。我都快被你说成历史的罪人了。我可以对我这么多年办案的思维做出相应的调整，但是您的意思是，您可以同意不批捕啦？但是，不批捕决定书是由主管检察长签字审批的。现在已经下班了，你在这耗着没用，懂吗？行，那我明天一早就准备手续。哥，爸妈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别着急，再等等。总算出来了。你儿子！我对不起你了，什么说呀？我对不起。江检察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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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，感谢江检察官，谢谢检察官，谢谢谢谢检察官，检察官，对不起，一开始我们还没关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你们，江检察官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江检察官，好人好报，我们一家人祝你一生平安。我们一家又团圆了，谢谢谢谢，快回家吧。走，我们走了。这是你要的文件。昨天没学习好，
天那个事儿，对不起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没往心里去。任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对不起，是我很没用。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，很危险，比以往都危险。我真的很想去帮你，但是，我总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我理解。你不懂。你把我从过去的生活解救出来了，可是你带我走进了更艰难的生活。我每天24小时都在待命，我每天都在为你担惊受怕。我真的很想去做好，可是我也真的是感觉到累了。我也怕了。然后呢？对不起，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走下去了。非要现在吗？我真的不想再去冒险了。朱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没错，我的确有事情瞒着你。我其实早就不想干了，我想过那种安逸的日子。这条路走下去有多么的艰难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我不信。来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全部都是真心的。行，我理解你，你去吧。一切保重。
张警官，你在忙吗？任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我这正要去找你呢。找我？是这样啊，根据现场监控显示啊，中南路口的那起交通事故，案发当时你在现场吗？我在啊。一剑劈开黑暗，飞针无视我斗争的宣判，泪水轰炸心脏，盼望雨后太阳，为杀走恶手，放手一战。听欲望在叫嚷，心没乱，冲撞邪恶的锋芒，一路上仗义行侠，永远不投降。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，破无与谜团，让恶魔胆寒。我不怕不哭不退让，对所有的魑魅魍魉宣战。请别忘万分之一的希望，这世上善恶参半，心境谁苍凉？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，破无与谜团，让恶魔胆寒。